红尘萧瑟，独惆怅，是与非刻成风霜。这半生痴梦，交错剑影和刀光。孤身纵马，血微凉，踏随着天地的悲欢。与日月对酌，冷冽入喉为声寒。人心纵如疆场，任命运落笔无常，生死从此茫茫。谁并肩与我共赏万里风光？我愿浪迹这一生，去护你长安，烟火人间从容走一趟，山高水长，天涯为伴，顾着年少倔强模样。我愿浪迹这一生，回首皆无恙，可故乡永不曾留遗憾。凭着暗夜一盏微光，跌在深渊也会找到你方向。我求求你了，文人，你醒醒！文人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怎么话突然变得这么多了？这是为了天下百姓吗？那当然，那还能是为了什么？若是为了你呢？当然是为了我呀！你若是出了事，我如何跟魏家交代？那我岂不成了大隋的罪人？你放心，大仇还没报，我不会这么轻易死。为了你，我也不会。怎么办啊？这一路追过来，没有发现任何踪迹，现在就剩这个悬崖了，总不能俩人双双跳崖了吧？这悬崖下面是一条河道，我家大娘子是知道的。兴许娘子还有魏小侯爷遇到追兵太多，悬崖虽险，但也未必没有一线生机。哎，婉月小娘子，那可是魏小七，那么步步为营的人，能跟你们魏大夫人胡闹啊？兵行诡道，我家小侯爷并非是单板之人。就是。少将军，四处都已经看过了，没有发现别的痕迹。
书童里可有妙计？楚少将军，聪明人，走吧。放心吧，本大师出马，一个顶俩，保证把他们全虚全影的给你们带回来。瞧，罗京仪，有眼光啊！不过我设计的这款罗京仪跟普通的大有不同。常言道，人与万物合则为吉，不合则为凶。你们注意看，我这罗京仪上的指针没有明显异动，这就说明了这附近没有凶事儿，大家放心便是了啊。看看那边，神神叨叨的。大郎君，那咱们接下来再仔细找找。哎，你这指针，这个虽有异动，但是正如刚才婉月小娘子所说，下面是湍急的水流，没准就能逢凶化吉呢。婉月，你对这一带熟悉，领我们下去看看。是，走。哎，我想到一个新办法。哎，不是，哎，楚生将军，你等等我。微月，微月，不能睡啊！你现在不能睡，坚持一下。要不，你跟我聊聊天吧，好不好？我们说说话。小心。好。慢点。你要是没什么想说的，那我便问了。你不会做饭，但方才你的烤鱼烤得极好，是你爹爹教的？那当然。记得从前在边境的时候，要想吃顿荤的，那得等到过年。于是呢，我爹爹就在河里面捕鱼，然后跟所有人说，不许跟我抢。慢慢的呢，我就跟着爹爹学了一手烤鱼的好本事。虽说我烤的比不上爹爹烤的，但你说，我刚刚做的是不是十分美味？当然，特别好吃。你很像你爹爹。他也这么说过。我爹爹说，孩子们当中，我是最像他的。像什么？像他，胸无大志，只愿天下太平，便可好吃懒做，闲散一生。还记得爹爹曾经问过我，以后呢是想嫁人，还是如何？我便只跟他说，我呢以后要找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，依山傍水，四季如春。有屋顶为我遮风挡雨，有院子可以仰望繁星，一日三餐平淡足矣。哦，现在还要加上小七陪我一起。小七？小七又可爱，话又少，还可以帮我赶麻雀，多讨人喜欢啊！狗啊！
那不然呢？阿云，我喜欢你，我告诫自己不可以，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不喜欢你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我更羡慕那只叫小七的狗。我本来不敢说的，但眼下生死关头，我必须要告诉你，就算扛不过这一遭，也算无憾。我希望你以后的日子能有我。阿云，我想问你，你可愿意？我再去生点火。阿云，你别走。谁又能挣脱命运缠绕纠葛，无可奈何。爱与苦没经过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只怪温柔。你先好好休息会儿，我去捡点柴火。心事逐渐泛起烟波，怎么相逢邂逅了山河，擦身而过，等你我被时间参透。如烛火般守候，比月光更温柔，山海从不说藏在我胸口。为何故事的段落写满离愁，因回忆在
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太好了，终于退烧了。太阳出来了，雨应该是停了。走吧，咱们出去吧。想办法给你找个大夫。走。腿还疼是不是？那……什么人？啊，那个，二位别怕，我不是坏人。你是？我是附近村子的村民，我姓沈。这片林子十分偏僻，很少有人出现。这相比起我，你们突然出现在这儿，倒是更可疑些吧。我们是……我与鱼儿夫妇二人家住青州，是前来华泾投亲的。路过平津崖的时候，不小心遇上了一群杀人越货的山匪，不仅是被抢光了身上的钱财，还被一把推下了山崖。不过好在掉在了那个水潭里，命算是保住了，但伤了条腿。不知沈娘子村子里可有郎中？要不你们先去我家吧，然后再想办法。于小娘子，麻烦你把你家夫君伤口的包扎拆开，让我看看伤口的情形。嗯。别动。淤青得如此严重，你不用太过担心了，是因为伤口太深，好在这些血已经被及时止住了。虽然淤青害人，但这条腿还可以保住。如果再耽搁些时日，只有截去这条腿，才能保住你家夫君的性命。沈娘子，我家鱼儿胆子小，你们要吓唬她。哎，别乱动！我虽只是个村妇，可比你这更严重的伤我是见过的。那个人就是因为救治不及时，所以才截去了腿。我知道你是怕你家小娘子担心，如果因为逞强不去医治，只会把这个小伤拖成大伤。沈娘子可是有医治的法子？我倒是知道个按摩手法，能将这淤堵的血脉通开。只要通开了，这条腿就能保住了。这方法说来简单，但是不要紧。可是需要什么难找的草药，你尽管说，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一定寻来。想要将淤堵揉开，可是要下大功夫的。不仅力道要够大，还需每日按够1个时辰，连续几日，1日都不可间断。你们若愿一试，我就把这个按摩手法交给你家小娘子，你来给你夫君按。鱼儿身子骨弱，向来没什么力气，
沈娘子在村中应该有相识的郎君，还望请一位过来替我按摩，我定有重谢。这按摩疗法并非一日之功，你找个旁人来按，哪有于小娘子来的方便？再说了，这大腿上是私密之处，若叫一个不相熟的人来按，你即便是个男子，怕也是放不开呀。再说了，你们都已经是夫妻了，那些亲密的事都做过了，也没什么可顾忌的。对，沈娘子说的是，旁人如何，也定不会有我这般尽心尽力。那你便交给我吧。好。去里面看看。好。小娘子记性真好，只用了片刻就将这按摩手法记住了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就先出去了。今日只需再按半个时辰，连按几天，你家小郎君的腿啊就能保住了。多谢沈娘子。原来方才不疼是装的。谁说的？是这屋太热了。疼？不疼。不疼？怎么会没感觉啊？你放心，就算是我这条腿废了，我也是堂堂魏家儿郎。我放什么心啊？我担心的又不是这个，我是怕给你按错了，你这条腿真的废了，以后怎么办？我腿就算不行了，我也还是郑国侯，不争不抢的。我带你去泗水，在那里做个乡绅也好啊。瞎说，只怕到时候没有小娘子敢嫁你了。我本来也没有打算去，只要你陪着我。不如你养我，养我一辈子。再带上嫂嫂、侄儿们，还有小七一起，我们几个在泗水做个当地一霸，问题应该不大。你怎么会如此没出息啊？说出来，鬼都不信。还没有亲眼看见姚勇死，怎么可能放得下？这个姚勇在华京潜伏多年，背后势力庞大。若非我们这次发现了端倪，恐怕这些人要吞噬了华京。待我们这次回去，定要揪出他背后之人。天子脚下还敢这么放肆，害了这么多人的性命，我定要亲自杀了他才行。目前来看，这个村子还算安全。待会儿我想个法子，给大哥递封信出去，让他放心。明天我们就回去。
其实我觉得今天按的差不多了，我也好多了。是，我也觉得时间应该也按得刚刚好了。那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去给你找些吃的。对，吃点东西恢复得快。哦，好啊。楚瑜，你的小脑袋瓜到底在想什么呢？你方才在治病，在给魏运治病呢。沈娘子，你不仅会狩猎，还会捕鱼呢。这是隔壁王大娘托我做的。她的丈夫和儿子走得早，平日呢，就靠在村外面的河里捕点鱼为生。这河里的鱼小，外面的网又网不住，所以只要这网破了，都是我帮她捕的。沈娘子真是心灵手巧。那这些也都是你做的？你说这些呀，这些是我家崔郎做的。你看。这个簸箕是他帮李老伯做的，这个板凳呢是他帮林婶做的。哎，那个，你看，我这东西一多，我还给忘了。这村子里的叔伯婶子们多，但像我这般年纪的少啊，所以只要平日能帮衬的，自然就多帮衬些。那他们的家人呢？都不在？都当兵去了。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谁家没有几个当兵的呢？如果崔郎的腿，如今也许也在战场上吧。你方才说的腿伤之人，便是崔郎君。抱歉，这有什么的？一家的孩子当三家的使，又不止我们一个村儿这样。那越往边关越是这样。他们的父兄与子孙，那都是战场上保家卫国的英雄。我和崔郎能帮到他们，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。以前，北齐没有割走大隋那3座城池，青州和凤陵也不至于成为边境，而华泾也相对安全。可现如今，等什么时候不打仗了，才是一件值得人人都高兴的事情。会的，一定会有那一天的。你家夫君的腿怎么样了？方才按过，似是有些效果。哦，对了，沈娘子，村中可有往城中送信的途径？明日我们便走，但是七郎的腿脚不方便，我想先送个信到城中亲戚那儿，让他们接应一下。有是有，可是你家夫君的腿还没好，还需要静养几日。况且这近来的天气也不好，如果这个雨水碰到伤口的话，那伤势会加重的。其实村子位置挺偏僻的，那些山匪是找不到这里的。等你们家夫君的腿好了，再走也不迟啊。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那些山匪要的是钱，他们在村子里搜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自然就走了。余娘子不必担心，安心住下便是。如此，便有劳沈娘子了。这边，哇！
嗯。这石板烤鱼是父亲的独门方法，这鱼一定是阿鱼烤的。肯定是大娘子。怎么样？哎，怎么样？我就说我这罗京仪肯定有用吧。放心吧，他们俩肯定活得好好的。咱们就沿着水路接着往下找，肯定很快就能找到他们了。啊，嘿嘿，走，走。哎呀，相信陆大师，解你3000烦恼事。七郎，腿感觉如何了？无碍。我就说嘛，七郎年轻，恢复力定是很好的。如此，我便放心了。师娘，我回来了。哎，这是家里来客人了。这是于小娘子和小七郎君。放心吧，不是坏人。啊，哎，请坐，请坐，坐坐。想必二位也是被沈娘捡回来的吧？我们沈娘啊，向来是人美心善，见不得别人有难，但凡是能有余力，总会出手相助的。是，你便是崔郎君吧？沈娘子刚还提起你，沈娘子侠义心肠，救了我们二人，我们二人十分感激。你们这是又编排我什么呢？今日累了吧？啊，今日破例允许你喝一杯，松快松快。好嘞。这酒竟是奶白色的，这是我家崔郎自己酿的酒，不醉人。小娘子酒量如何？不如也来一杯。七郎身上有伤，他不喝，我便也不喝了。只是我与七郎在青州之时，听说这奶酒是北齐那边独有的，没想到崔郎君竟也会酿。叶东，我家崔郎文不成武不就，也就这动手能力还强点儿。以前在边关打仗的时候喝过，所以就自己偷偷酿了点过过嘴瘾。其实平时也不太喝这些。对。原来如此。你刚才说你们二位是从青州过来的，可是青州又开战了。哦，那倒没有。我与七郎刚刚成婚，所以想着来华京投奔亲戚，做个小生意。啊，原来你们是刚刚成婚啊！我的天，你们这要不说谁知道啊？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鱼儿面子薄，不爱在人前与我亲近，所以我与鱼儿之间，向来是我更主动些，让你们见笑了。怎么会呢？吃饭吧，快吃饭！吃饭！来，玉小娘子，来，沈娘吃块肉。
鱼儿，在屋里不用装了。想什么呢？啊，我在想，这屋子这么小，只有一张床和一床被褥，今天晚上怎么睡？还真是，你不说我竟没发现。我再去找沈娘子，问问家里还有没有空房。哎，哪有新婚夫妻分房睡的呀？再说了，方才在餐桌上，你应该也听到了。这个崔郎君竟会酿北齐的奶酒，那么他极有可能就是北齐人。虽说沈娘子救了我们，但这崔郎君很明显不太相信我们的身份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咱们还是小心为妙。我再去要床褥子，今晚我睡地上。不行，地上湿气重，你还有伤呢，怎么能让你睡地上呢？而且这地上脏。被褥放在地上，明日沈娘子他们一看，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？罢了，不过就是一个晚上，明日起了咱们就走。你身上有伤，被子给你。怎么？做噩梦了？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这世中有太多生与他，窥探见看风雨骤起骤落，替彼此言心事凉落。习惯长夜为火，习惯夜色如墨，辗转旧歌相思，只好独酌。我与寻常相陌，窥探人间烟火，万千心绪不可说。一梦荼蘼花落，一梦前尘因果，百转
若不是梦被风吹落，手怎会与你紧握？把这月光映入暮色，听心跳想要说什么？谁将思绪燃起烽火，又照亮你的轮廓？看这一路荆棘踏破，苦与乐也都被铭刻。就让你眼底的炽热，融化这乱世的阻隔。前方风霜雨